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就在今天早盘时间点，我们看到比特币快速下跌，最终的下跌幅度达到3%左右。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 A 股市场也在接近新低的过程当中，但比特币呢这轮行情仍然是一个冲高回落之后的一个震荡走势。那这里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就可以看到在46000点出现急速的下跌行情，这个下跌行情跌幅是11%左右。急速拉升之后的急速下跌，让行情让比特币在4小时级别上特别难看。这个位置上出现了冲高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筹码空缺区，出现了下跌过程当中的一个筹码空缺区。因此呢，我们在前面几天是1月3日这个暴跌的过程当中，就强调了一点，就是行情容易出现2次回踩，并且呢，它的主要回踩的一个震荡区间就是在45000美金到42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啊。同时呢，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上144日均线、169日均线和200日均线共同对比特币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支撑。同时呢，今天早盘时间点，我们看到有两个币种跌得特别厉害，就是 BNB 和以太坊。那么 BNB 是处于一个领跌的行情当中，这里呢我们要看的是 BNB 对标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那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前面提到了一个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容易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那在日线级别反弹过程当中，我们刚好看到上方200日均线构成了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呢对反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压制作用。因此呢 ，BNB 在遇阻于和比特币交易对0.007这个位置，也就是日线级别200日均线附近之后，开始出现快速的回落。那么以 BNB 领跌的前提下，我们也看到了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反复。那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了熊市当中的缓跌过程，然后熊市当中的急速下跌，急速下跌过程当中形成周线级别下跌吸油。根据我们 K 线吸油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个位置上有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但是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出现了多次的悟空阳线，但都被空头消灭掉了，证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还没有开启它的正式反弹行情，走势相对来说比较弱势的。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目前所有的震荡仍然处在前面行情当中周线级别下跌系有唐僧阴线的这个位置。那唐僧阴线也是要遇到很多妖怪的，所以呢，目前这里的 K 线共同构成唐僧阴线以太坊和比特币交易对周线级别唐僧阴线的一个干扰性 K 线。那么如果继续下跌，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将让以太坊继续走弱，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但是呢，目前事实上我们看到以太坊相对比特币还是非常弱势的，处在一个领跌的结构当中。那回到以太坊和 USDT 的这个交易对上，我们看到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看到以太坊走出周线级别上涨细油，上方2200美金是一个周线级别黄色线144均线构成的一个压力，大概是在2200美金这个位置上，如果能够踩住的话，上方空间将要被打开，最终的以太坊将会回补3000美金到22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这是我们前面一段行情当中说的。但是呢，2200美金毕竟是一个压力位，那么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就可以看到目前的一个震荡的过程。震荡过程当中，首先它是一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假的一个突破之后迅速下跌，然后焦点位构成了一个黑洞的吸引力作用。因此呢，如果能够回踩2000美金附近，到达这个收敛三角形下方，将意味着以太坊最终调整完毕。这个结构下方是一个北侧。我们管这个下方的这个位置是北这个据点具体可以看一下我们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的第2部分西游战法，这个4项战法下方这个位置是北侧，这个是黄金位的位置下方呢如果能够到达2000美金附近，将到达以太坊的黄金位，是一个可以抄底的位置。那么目前以太坊和 BNB 的走势相对来说比较弱势，不建议去抄底，耐心等待它调整完毕。特别是10号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SEC 将公布能否通过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前后会有更大的、更剧烈的波动。因此呢，在巨大波动当中，以规避风险、控制仓位、降低止损为主要的操作手法。然后呢，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虽然是 A 股市场接近前低，比特币市场出现调整，以太坊和BNB 出现了一个领跌，但是行情当中还是有热点出现。那么通过 iCoin 的热搜榜，我们可以看到 People 仍然是今天的热点。今天表现虽然跌了20个点，但是今天的表现可以说是不错的，因为我们看到在比特币
快速下跌的过程当中和比特币略微反弹的过程当中，这个 People 始终处在一个领涨的行情，但领涨过程当中，目前它又重新回到了一个领跌的一个结构当中，证明资金在这个里面做了过多的炒作。同时呢，在这个日线级别和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 People 出现了一个快速上涨，特别是在周线级别上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证明在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上涨趋势会在这里出现。那么把时间级别调到日线级别，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虽然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上影线，但是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通过合并 K 线可以认为，目前走出了日线级别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上方可能会出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毕竟呢 ，People 是目前行情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热点币种。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YJJ 出现的强势走势。那 YJJ 呢，我在上周行情分析当中给出来了，说明这个币种是有一定的强势趋势的，容易逆势拉盘。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始终处在一个上涨趋势当中。通过合并 K 线看周线级别，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周线级别有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目前处在一个沙僧阳线组上方是有唐僧阳线的，这是一个目前行情当中可以和 People 代币做对比的一个热点币种啊。热点币种它的一个行走方式，我们可以看4小时级别上200日均线和144均线、169均线共同为这个0.4美金附近的 YJJ 做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支撑具有非常大的一个波动性在这样的行情当中，我认为特别是在比特币、以太坊下跌的过程当中，这些热点币种容易逆势拉盘的币种是应该重点关注的特别是我在上周提到的 YJJ 和 People 这两个币种应该做一个重点关注。那么同时呢，本周也有非常多的一个弱势的币种出现在市场当中，这些币种呢就不建议去操作，但我们之前提过的一个比较强势币种RAY 这个币种我们应该还是保持一定的关注。我们看一下 RAY 在这个币安上的表现这里呢，我们主要是画出了一个4小时级别144、169，还有200日均线。那么随着它在周线级别上做出周线级别上涨吸油，我们当时提示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根据 K 线吸油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容易走出这个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调整。那么在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悟空阴线组、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目前走出来的一个唐僧阴线组。目前在日线级别已经调整完毕，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随动 BNB 和以太坊走了一个非常快速的血腥的下杀，那么目前它的最大的一个调整幅度接近50%刚好在50%左右。那么50%这个位置是可以进行一个抄底动作的因为这个有很多书籍里面，包括江安的一些理论里面，50%都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同时呢，我认为1.12美金如果能够重新站上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位。同时呢，我们看到目前行走出来的一个收敛三角形结构，这个焦点位的这个位置上跌破之后，就是进入到北侧的一个黄金坑的这个区域，在黄金坑的这个位置非常容易出现急速的反弹的过程。那么随着它向后越走越远，它的一个结构也将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那么目前来看，它走出了一个方向偏下的4小时级别的收敛三角形，1月13日将到达它的一个近焦点的一个区域，在近焦点前后的这个位置是容易发生变盘的。同时呢，收敛三角形方向偏下，容易出现反弹行情，因此呢，在1美金附近的 RAY 是有一定机会一定的多头机会的。但这里面的布局也应该考虑到 SEC 在10号落地前后的这个重要的消息面的影响因素所以呢，在进入市场的时候要分仓进场设置止损，控制好仓位呢，在未来会获得更多的趋势上的利润。特别是我们看这个比特币很快迎来减半减半之后才是牛市正式开启的行情，因此呢，在减半的之前的这个时间点要留存实力。要保证自己活下去之后，才能拿着自己的筹码看到未来的牛市。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